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去应酬，被小姐姐松开拥抱，她的潜意识反应揭示了她的个性。近来，杨紫的资产可不少。前段时间，她刚刚接手了新剧《沉香木片》的拍摄，之后又参演了《向往的岁月》。目前，她还是戏剧表演的常客，这在她想要的程度上开始了大荧幕模式的音乐性。可见，杨紫作为一个小明星，是为大家所瞩目的。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对《家有儿女》充满活力的回忆，所以对于杨紫来说，无数观众是看着她的戏长大的，她很难有这样的成就。现在，既然大家都知道，对于小明星来说，改变是有挑战性的。随着青春期的出现，众多的小明星无论是口头还是声音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家有少年》中的夏雨。夏雨是小时候的风采极佳，在电视剧中同样魅力非凡，可长大后的夏雨诗却肥肥得宠，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韵。在众人的表情中，她已经衰弱了。尽管她现在正在电影学院学习，但几乎没有人认识她。这也算得上是年轻明星最关心的问题了。杨紫也同样遇到过这个时期，那时候她胖了，皮也歪了，好久没录了。事实上，就连她的妈妈曲丹丹也说服她停止这个圈子，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依靠自身的团结，杨紫有效地变身为实力派艺人，和张一山一样，走的是老戏骨的路子。此外，自2018年香蜜沉沉烬如霜以来，杨紫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此后新剧频出，成为此后2年最受关注的小花。通常，当您处于火热状态时，请增加您的开放度，以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然而，杨紫却决定在最出名的时候停下来，拨回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对于媒体中的明星来说是极其罕见的，因为我们都意识到媒体是异常残酷和极其可怕的。新手不难克服。不管怎样，综合考虑，杨紫其实是决定停下来，沉淀一下自己。给出的解释非常简单，她最近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考虑到所有因素，她打算走团结之路。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工作吗？有趣的是，杨紫在回归的第1天，就以一张抱孩子的照片登上了微博热搜。大约在那时，她要去武汉参加一个活动。也许这是休息时间的结果。现场，杨紫状态总体良好。当天的化妆品更是极度敏感，又是复工的主要日子，前来参与的粉丝不计其数。一位带着孩子的女粉丝有效地拉动了小猴子的注意力。总而言之，少年如此迷人，谁能敌得过毛妮？所以当小姐姐主动联系抱抱的时候，杨紫果断地抱住了她。她看向少女的眼神同样分外的细腻，整个画面显得十分的疼爱。果然，连小姐姐的妈妈都气得哭了。此事在网上传开后，杨紫受到了路人的大量点赞，小姐姐变成了众人嫉妒的对象，更意外地激起了不少人的宠爱。看来以后要带孩子去追星了。尽管如此，从本期节目中往往可以看出，杨紫的人气还是一般般的优秀。虽然她是家喻户晓的偶像，但私下里她并没有特别理智的巨星风范。这么善解人意的小猴子，怎么可能不绕一圈呢？难道不该说点粉的吗？02肖战造型团队因草率衣品被盘问，肖战的长相却让人对他的衣着不屑一顾。肖战的 Ralph Lauren 香氛直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洒脱简单，说话偷笑。30岁的他依旧没有倦怠和呆滞的样子，从后到前散发出无穷无尽的愉悦，尤其是当他把小熊抱在鼻尖，轻轻地嗅了嗅时。做这项活动的年轻人会让人觉得不诚实，他们可能会联想到被迫娇嫩，而当肖战和枭雄同框的时候，让人分不清谁更可爱谁更萌。肖战是多层次的，从一个角度来说，他被带到了泉水、泉林、原始林、林地、冰雪中的世界，充满了能量。更令人惊讶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得到巩固，而没有任何反抗感。尽管如此，包括粉丝在内的许多人对肖战出现在直播中并不满意。让他们失望的是，
肖战的直播带劲儿的老单元格调与香氛的真挚细腻气候格格不入。说实话，如果他们不认真的提出来，绝大多数人真的没有看到。直播间调查了一下肖战的长相，深色牛皮大衣、白衬衫，非常有气质。假设你穿的若无其事、妩媚动人，若无其事，那一定会与香味营造出的隐秘芬芳氛围相得益彰。相信肖战的造型组能用一种合奏和感觉去思考这些粉丝的情绪和想法。我想肖战的造型组肯定不是有意马马虎虎的，只是少数粉丝马马虎虎，就很难说路人的感受了。不过，给肖战当美容师其实是一件很逍遥自在的事情，因为肖战的颜值和人品实在是太棒了。事实上，即使是破旧的衣服、材质的衣服和鞋子，也能表现出另一种吸引力。肖战一身老骨架的打扮，但肖战并没有一副老爹的样子，眼角和额头上却装满了孩子般的趣味和懵懂，让人不自觉地忽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造型。他有化妆品和头发，仅仅清楚地认出星光就令人着迷和陶醉。一直急着看肖战刚刚上手，无论是直播还是参加演习，肖战的颜值都会一直让人眼前一亮。肖战由于骨感好，天生的霸道气质，同样能够在群体中展现出温文尔雅和童趣，温暖和优秀。外表有一种灵动与清秀，骨子里也有一种俏皮与妩媚，值得品鉴。另外，跟着肖战越多，越不觉得累。违背常理，我越来越欣赏和关心所有的诚意。03，田曦伟的言论被认为是在暗示他的祖宗张艺兴是情商低的结果，还是正当的绿茶？现在要想在媒体上混日子，除了要有深入了解人的能力外，还要有说话的准备。田曦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万万没想到，久违的张艺兴竟然现身了。工匠会建议，在最近更新的著名戏剧表演中，观众被问到他们可以为舞台付出什么。一开始，专家们的回答非常典型。有的说可以交出化妆品和头发，也有的说不假装吃饭很正常。然而后来他来到田曦薇那里，真的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句我的命，语气给人一种无比轻松的感觉。接着说完这句话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在意以任何方式认真。不过万一是这个原因也无妨，可能是心态问题吧。然而无意中，张艺兴在一次会议上被提出了类似的询问，而张艺兴的语重心长的回应就是生命。不过或许是因为知名度高的人不计其数吧，张艺兴说的是实话实说，但自从这个回应之后，不少人偷笑了半天，觉得他是在给自己树立一个误人子弟的角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艺兴的回应却变成了黑粉偷笑张艺兴的尾巴。再加上田曦薇作为一个经常发网的明星，怎么也想不到大家都用这条尾巴来嘲笑张艺兴，所以张艺兴的粉丝看到田曦薇的回应，都觉得他们的本尊被田曦薇给低语了。于是稳步开始激怒田曦薇，随后陷入争夺的田曦薇立即给出了回应。此外，他还表示，他今天才知道，为了自己的幻想而放弃一切的伪装会被人嘲笑。他普遍认为超凡脱俗的追求是最大的主旨。其实这个回答从一开始就没什么问题，但客观审慎的看情况，就会觉得田曦伟的反应显得有些狡猾。说实话，现在的情况是你田曦伟是不是在暗示张艺兴，而不是李杰你在偷笑你超凡脱俗的追求。不过话虽如此，虽然很多网友都在嘲笑你的浓厚兴趣，但不就是因为你在剧场版中回答问题时过于随和了吗？既然你成为了工匠，谨言慎行，有很高的洞察人心的能力，这不是工匠的首要特长吗？而且这样的事情在他以后的职业中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吧，只是他也不知道等会儿自己会怎么回答。不久之后，张艺兴还在友情平台上发文称，为自己的幻想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值得尊重。不得不说，张艺兴的回应体现出了所谓的高情商，而张艺兴这次的话语着实拉来了一波网友对他的赞许。可以肯定的是，自从他介绍以来，他就广为人知这么多年了，情商也差不多是一大块吧。荧幕前的小伙伴们，对于田曦伟暗示张艺兴，你们怎么看？欢迎大家留言考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